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我们经常倾向于在日常生活中抱怨，实际上很多人对各种事情都感到不满，经常发牢骚。这种行为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了，你可能也已经成为其中的一员了。无论采取何种行为，如果经常重复，最终就会变成习惯。如果总是抱怨不满，这种态度迟早会变成习惯。年复一年的埋怨和说坏话，会养成讨厌的性格。这种性格无法让人生充满幸福。原本的目标是改善这种情况，成为最好的自己，并获得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努力在任何情况下找到积极的事物，就会发现生活充满喜悦，心灵也会变得更加丰富。今天我想分享一下 Scott Allen 先生所写的《感恩：改善每日生活的感恩习惯》。这次的视频内容可能是大家以前从未接触过的，非常有教育意义。我相信通过坚持实践本书的内容，可以改变许多人的人生。这本书内容非常精彩，那么让我们立即开始愉快地探讨本书的内容吧。今天的内容大纲如下：第一部分将讨论如何通过一种习惯从根本上改变您的人生。第二部分将是实践部分，解释培养感恩之心的最佳5个练习。现在就让我们立即开始第一部分，探讨如何通过一种习惯从根本上改变您的人生吧。现在直截了当地问一下，大家现在幸福吗？对自己的人生满意吗？对目前所处的环境满意吗？如果你对目前状况不满意，那么很可能是你缺少了某些东西。这意味着要有感恩之心。作者一直强调，如果能够将感恩之心转变为习惯，情绪和思维将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您将能够取得惊人的进步。在这本书中，作者断言说，如果能够养成持续感恩之心的习惯，您的人生将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也许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事实上，感恩之心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对周围的事物心存感激，不仅可以缓解焦虑和烦恼，还能治愈灵魂，可以说是一种神奇的良药。而且您将会立即感受到这种效果。如果您能始终保持感恩之心，您的人生将会发生戏剧性的改变，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从突然开始感恩的角度来看，确实有很多优点，所以让我们一起感恩吧。尽管有人可能觉得被告知要在日常生活中融入感恩有些不靠谱，或者有点过于灵性化，但我认为还有许多人对此不太理解。因此，通过本次视频，我想向大家清楚地传达为什么拥有感恩之心如此重要。除了传达感恩的重要性之外，我还将在视频中介绍在日常生活中培养感恩心的具体方法。接下来的流程将首先解释为什么感恩有很多好处，及科学根据，然后再介绍具体的感恩带来哪些好处，希望能够清楚地阐明这一点。现在让我们从为什么感恩是件很棒的事情的科学根据开始解释，以消除那些即使听到要感恩也感觉有些可疑的人的疑虑吧。简而言之，为什么感恩是好的呢？因为当我们感恩时，会释放出2种神经传递物质，即多巴胺和5羟色胺。这2种物质在我们的大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多巴胺有助于改善心情，增加幸福感，激发热情，培养自信，带来内心的平静等作用。例如，多巴胺增加时，我们的心态会更加积极向上。随着大脑中多巴胺的增加，积极的情绪涌现，带来愉快和快乐的正面感受，眼神也会更加明亮，自然而然地会露出笑容，生动活泼起来。多巴胺也是激发我们动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如果多巴胺缺乏，我们就会失去动力。无论我们被告知要努力，还是自己全力以赴努力，如果多巴胺不足，我们就无法坚持下去。这对于积极面对生活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你现在为无法努力或缺乏动力而烦恼，可能是因为多巴胺不足。我想特别向这样的人提出感恩的建议。每当你对生活中的美好之处心存感激时，你的大脑就会释放更多多巴胺，
这会让你感觉更好，并且会让你渴望更多，继而想到更多愉快的事情。保持积极的情绪，将注意力集中在生活的美好方面。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或私人生活的积极方面，或者通过表达感激来表达自己时，大脑会释放血清素。血清素对情绪有着提升作用，类似于抗抑郁药物的效果。因此，你会立刻感到精力充沛，开始关注生活中正常运转的事物，并恢复平静。多巴胺和血清素对我们健康生活至关重要。这两种物质通过保持感恩心态而分泌，因此感恩有科学依据支持其益处。你对周围事物的感激程度越高，多巴胺和血清素的分泌就越多。另外，通过表达感激之情，还会释放幸福激素催产素。一旦催产素分泌，我们会沉浸在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状态中，同时消除焦虑和压力，增加对他人的信任感。你有何感想？通过感恩，我们的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血清素和催产素等多种荷尔蒙，给我们带来许多好处。因为大脑充满了感激之情，感恩之道能够带来许多益处。因此，我希望大家能够养成日常生活中培养感恩之心的习惯。如果你想要拥有健康的身体，就必须定期运动，并且运动的越多，肌肉就会变得更加强壮。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感恩之心。培养对周围事物心存感激的习惯，会强化大脑中掌控此任务的神经回路。当我们反复实践某种行为时，与之相关的神经回路会在大脑中变得更加强大，最终会自动进入这种状态，并进入自动模式。比如说，就像开车一样，稍微练习一下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做到，无需特意去注意。这就是所说的情况。一旦大脑中的神经回路强化，变得无需特意注意就能够自动进行，这就形成了习惯。因此，即使在看不到未来或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也能保持积极的思维方式。需要养成日常感恩的习惯，并将其变成自动模式。我们每天都应该感恩身边的事物，以强化相关的神经回路。这样一来，即使陷入困境，也能找到其中的好事，克服逆境并获得前进的动力。在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逆境和困难，这时如果养成了感恩的习惯，就能在其中找到希望，继续前行。感恩的习惯就像是一种安全网，在遇到逆境和困难时保护着我们。感恩确实有科学基础，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一点，并强调养成感恩习惯的重要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习惯性的感恩会强化大脑中的感恩回路，让我们能够自然而然的感恩。这点我们已经解释清楚了。尽管我们知道感恩很重要，但如果没有实际去感恩，就无法获得其效果。因此，为了更进一步激励大家养成感恩的习惯，接下来我将深入探讨感恩所带来的具体好处。为了更容易理解视频内容，我将先总结一下感恩带来的5个具体好处，然后再详细解释。1. 感恩能够带来真正丰富的内心和真实的幸福感。2. 感恩有助于心理和身体健康。3. 感恩能够抑制贪婪的心态。4. 感恩能够摆脱匮乏意识。5. 感恩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失败。这些是感恩所带来的5个重要好处。我们在视频中将重点介绍这些好处。当然，感恩还有许多其他好处。感恩之心能够改善生活的方方面面。感恩之心是实现长期幸福生活的良方。现在让我们详细解释一下感恩带来的各种好处，逐一讨论每一个优点。首先，我们来探讨第1个优点。要强调的是，拥有感恩之心意味着可以获得真正丰富的内心和真正的幸福感。在这个忙碌而不稳定的现代社会中，许多人失去了内心的丰富，心灵几乎被消磨殆尽，他们甚至对幸福感到困惑，陷入黑暗之中挣扎。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拥有感恩之心是至关重要的。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拥有了自己所渴望的东西。比如说，与自由相爱的人的羁绊就是这样。我们需要深刻理解这一点，并且不断努力感受内心的丰富。
无论我们拥有多少，如果我们始终感受到不幸，可能是因为我们心中的不满足和焦虑导致的。要改变这种状态，我们可以尝试调整自己的心态和态度，学会感恩和满足现在所拥有的。重要的是要明白，幸福感并不完全取决于外部条件，而更多的取决于我们内心的选择和态度。通过培养乐观、感恩的心态，我们可以更好地享受生活并提升幸福感。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已经拥有自由时，才能真正获得幸福。拥有感恩之心，我们才能意识到自己已经拥有了很多。此外，拥有感恩之心可以让我们开始感受到一些常常被忽视的喜悦，比如孩子的笑声、与朋友共进晚餐、明亮的月光等。换句话说，拥有感恩之心可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幸福。感恩之心给我们带来满足感，使我们变得积极乐观。结果是我们不再抱怨，而是希望全力以赴实现目标。感恩成为我们以谦逊的态度努力奋斗的契机。这种努力最终会让我们获得更大的丰盛。拥有感恩之心会使我们渴望为周围的人带来快乐，从而建立丰富的人际关系并享受幸福生活。接下来，我想详细解释第二个优点。感恩带来的惊人好处之一是心理和身体健康的提升。刚才介绍的第一个好处是，通过表达感激心态会变得更加丰富，也可能会更加幸福。这个说法可能有些人能够感同身受，或者有些人能够想象得到。但是，也许有些人会感到惊讶，会问：感恩真的能够让身心健康吗？感恩和身心健康似乎并不直接相关，但通过各种研究表明，感恩对身心健康有着惊人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感恩对我们的心理所带来的积极影响。首先，通过表达感恩可以大大减轻压力，缓解焦虑，预防抑郁。我们往往倾向于过度思考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事情，比如，我们经常会因为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感到懊悔，或者过度担心可能发生的未来情况。然而，保持感恩的心态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显著减轻压力。此外，许多人对未来充满了模糊的不安，比如日本经济会如何发展，退休后是否有足够的钱等等。然而，通过感恩，我们可以从可能发生的未来回到现实，重新关注当前的事物。结果就是我们会感到更加从容，减少焦虑，恢复内心的平静。保持感恩的心态还可以预防抑郁。抑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失败和挫折所带来的绝望感，而感恩的心态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日常所受的好处，帮助我们从绝望中解脱出来，预防抑郁。此外，从医学的角度解释，培养感恩之心可以激发副交感神经的活跃，进而促进全身放松，从而缓解压力和紧张感。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可以说是一个高压社会，因此很多人难以放松或缓解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许多人常处于紧张状态，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在这种情况下，放松肩膀，增强副交感神经的活动显得尤为重要。即使听到放松、提升副交感神经的建议，很多人也觉得困难。因此，我建议大家尝试培养感恩之心，来平衡过度兴奋的交感神经。例如，早上醒来时，在床上花1分钟感恩，或者在睡前回想今天发生的3件好事，并感恩入睡。通过这样的习惯，将感恩融入日常生活中，有助于激活副交感神经，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压力和紧张感。另外，拥有感恩之心可以增强从逆境中恢复的能力。我认为这点非常重要。针对110名大学生的研究已经明确证明了这一点。其中50名学生被要求始终保持感恩之心，并且连续3个月每天收到相关内容的邮件，而其余的62名学生则没有接受这样的指示。结果显示，被要求始终保持感恩之心的学生在面对逆境时有更强的恢复力。与其他学生相比，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逆境和困难，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现在很多人在面对逆境和困难时感到压力巨大，
精神状态受到影响的情况也非常普遍。如果您保持感恩的习惯，那么很可能您能够在面对逆境和困难时保持坚强，保护好自己的精神状态，而不会被逆境和困难击垮。此外，通过表达感激之情也能够提升活力。在听到这些话的人中，可能有些人总是感到没有精力、缺乏动力和活力。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不妨试着表达感激之情。或许有些意外，但实际上，感激之心和活力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为何表达感激会增加活力呢？因为感激之心与良好的睡眠息息相关，增强从逆境中恢复的能力，促进心身健康，这是导致活力增加的原因之一。如果压力积累过多，精神上容易感到沮丧，我们的活力也会下降。当我们背负过多忧虑，整晚辗转难眠，饱受心身不适之时，活力也会随之消失。即使处于那样的时刻，保持感恩之心也会自然而然地激发活力，使人对生活更加积极向上。此外，正如之前所解释的，感恩之心可以促使多巴胺、血清素、催产素等重要激素分泌。这些激素在你体内循环越多，你就会越充满活力，获得克服困难和挑战的力量。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解释了通过表达感恩之情所带来的各种心理优势。对于那些自认为心理较弱或经常感到沮丧的人来说，通过表达感恩之情可以帮助他们克服这些困难。即使平时心理状态良好的人，也无法预知在这个充满压力的社会中何时会出现心理问题。因此，将表达感恩之情作为保护心理健康的绝佳方法是最强大的生活技巧之一。接下来，我们将简要解释感恩之心对我们身体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在我的频道中，我一直在强调，保持健康需要关注饮食、运动和睡眠，并努力减轻压力。除了这些方面，我也希望大家养成感恩的习惯，因为这对于保持健康也非常关键。举例来说，通过表达感恩之情，你可能会改善睡眠质量。感恩之心改善睡眠质量的事实已经得到了许多研究的证实。为什么感恩会让我们睡眠更好呢？因为感恩减少了焦虑和烦恼。我们晚上无法入睡的主要原因，通常是因为焦虑和烦恼。所以，通过表达感恩来减少这些因素，可以让我们睡得更加安稳。这是非常直观的道理。研究表明，每天记录感恩日记的人比没有这样做的人睡眠更加充实。在睡前回想值得感恩的事情，可以提高睡眠质量。感恩之心能够促进积极思维，使情绪更加平静。因此，大家可以在睡前抽出一点时间表达感恩，即使只有3分钟也足够。回顾一天中值得感恩的事情，并对让自己快乐的事情表示感激。通过这样简单的习惯，睡眠质量会得到显著改善。此外，研究还表明，拥有感恩之心可以提高免疫力。拥有感恩之心可以带来许多显著的好处，比如手术后更快的康复、提升免疫力，甚至有助于稳定血压、减少精神疾病的风险。研究表明，持有感恩之心的人很少需要医生的帮助。培养感恩习惯还能促进心脏健康和提升大脑功能。进一步的，让我们看看感恩之心还带来了什么惊人的好处，比如促使我们更多的运动。一项针对96名美国人的研究发现，记录感恩日记的人平均每周运动时间比没有这样做的人多40分钟。为什么拥有感恩之心会促使人们更多运动呢？这可能是因为拥有感恩之心可以改善睡眠质量，减轻压力，提升思维清晰度，使人们更加关注生活中的重要事情。为了保持健康，大家都知道运动是非常重要的。运动不仅可以使我们头脑更加清晰，还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做出更多运动的决定。此外，如果我们通过感恩来增加运动量，很可能也会更多的选择健康的饮食方式。通过保持感恩之心，我们更有可能坚持各种健康习惯。感恩之心可以显著提升我们的健康水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综合考虑之前提到的对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的影响，可以说这也有助于延长寿命。经常保持感恩的心态会增加幸福感，减轻压力，改善睡眠质量，提高心脏和脑功能，增强免疫力，从而使我们在心理和身体上都更加健康，自然也会延长我们的寿命。同样，通过各种研究，我们知道，乐观的人比悲观的人更有可能活得更长。因此，保持感恩心态以保持积极思考也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将解释第3个感恩带来的惊人益处，那就是抑制贪婪欲望。我相信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想要更多这个，更多那个，比如更多的金钱、更多的名声、更多的爱等等。这种想要不断增加的欲望是人类的本性。然而不幸的是，这种趋势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问题。一旦开始追求最好的东西，就没有止境。因为即使获得了某些东西，人们仍然会渴望更好的东西。比如，如果你住在月租30万日元的房子里，接下来可能想要搬到月租50万日元的房子。如果你搬到了50万日元的房子之后，可能又会想要住在100万日元的房子里。或者当你买了最新款的高级轿车后，可能会想要更换另一款更高级的车。购买了某个品牌的产品后，又会想要购买更高档的品牌。这样一来，我们的欲望似乎就没有止境，变得越来越贪婪。结果就是我们不断地把自己逼到困境。因此，我们需要在某个时候与这种失控的欲望保持适当的距离。作者表示，通过培养感恩之心，可以抑制贪婪。贪婪指的是渴望过度、试图获取过多财富或权力的自私、过度的欲望。当人被贪婪所驱使时，无论得到什么都无法感到满足。你们中是否有人经常感叹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想要更好的生活，想要更多的钱，想要更好的职位、车子和手表等等？是否感觉自己被贪婪所支配？如果是的话，那么通过培养感恩之心，可能有助于摆脱贪婪的束缚。为了摆脱贪欲，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意识到平时所受到的恩惠，并经常表达感激之情；二、当产生强烈想要某物的愿望时，停下来花一些时间思考这个愿望，验证其合理性和重要性，问问自己这个愿望是否真的必须，它的情感来源是什么。三、仔细思考问题并记录答案，感谢自己认识到这一点，通过养成感恩的习惯，当欲望涌现时，习惯停下来深思熟虑，就能避免被欲望所控制，实现真正想要的人生。接下来，我们来探讨感恩带来的第4个惊人益处：摆脱贫乏意识。我们的心态可以分为2种：丰富意识和匮乏意识。拥有丰富意识会带来成长和繁荣，培养这种心态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发展机会，使我们能够实现许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另一方面，匮乏意识则无法带来丰富，常常陷入消极的循环中。这种心态会使我们觉得无论做什么都无法取得足够的成就或成功。匮乏意识的形成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还缺少某些必要的东西，但实际的原因则是缺乏感恩之心。作者指出，当我们被匮乏意识所困扰时，会认为自己能力不足，进而觉得自己无法取得成就，最终会发现实现目标和取得成果非常困难。缺乏感恩意识的人可能会认为自己无法成功，是因为自身能力不足或者出生在不幸的环境中。然而，真正困扰缺乏感恩意识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心的匮乏感。例如，在何时会感到自己无法取得重大成就？那就是当陷入消极思维时。那么，何时会陷入消极思维？通常是在我们没有意识到日常所受的恩惠时。为何我们无法意识到这些恩惠呢？这是因为缺乏感恩之心。通过这种逻辑，我们可以发现，缺乏感恩之心会导致我们陷入匮乏意识中。相反，培养感恩之心能让我们摆脱匮乏意识，将注意力集中在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上，发挥真正的能力，创造丰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将探讨
感恩带来的第5个惊人益处：战胜失败。人生中难免会遇到1、2次失败，但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从失败中振作起来，这将极大地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当我们遭遇失败时，感到沮丧是非常正常的反应。在这样的时刻，作者指出，保持感恩之心对于努力走出困境至关重要。面对质疑或者不合格等挫折时，首先要承认自己正在经历痛苦，接下来通过书写或者说出来，可以将自己的情绪释放出来，这样可以更好地冷静下来。然后冷静下来后，考虑这次经历会带来什么好处。在这个过程中，请尽量想起3件积极的事情，即使只有1件也可以。通过发挥想象力，至少能够想到3件。例如，失业可能带来的好处包括：1、获得提升技能的机会；2、有机会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3、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共度。在这些方面找到值得感恩之处，是我们在失败中的一种态度。在面对挫折时，发现其中的积极之处，并真诚地表达感激之情是非常有效的。当我们能够在失败中看到积极的一面并感恩时，我们就能够克服挫折并继续向前生活。现在我们将进入实践部分，详细介绍培养感恩之心的5个最佳方法。由于感恩确实具有如此美妙的效果，因此许多人都会考虑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中。通过坚持实践这些方法，您将能够自然地培养出内心的感恩之情。请务必尝试以下这些方法，我将逐一详细解释每一种。1、制作早晨的感恩清单；2、在日记中写下积极的言语；3、对自己怀有善意；4、安排40分钟的感恩时间；5、回忆幸福时刻。下面我将具体解释这些方法，以便您更容易理解。首先，我们来详细解释第1种方法：制作早晨的感恩清单。为了以最佳状态开始一天，我建议你养成每天早上醒来时列出您感激的5件事情的习惯。比如，清晨在舒适的房间醒来，有早餐准备好了，喝到美味的咖啡，外面天气晴朗等等。每天早晨想起5件让您感到幸福的事情，并用言语表达您对这些事情的感激之情。同样，将日记的一部分用作感恩清单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有些日子可能早上不容易想出5件值得感恩的事情，但每天早上查看清单就可以想起应该感恩的事情。此外，当感到沮丧或不知道要感谢什么时，提前准备好感恩清单是非常有效的。如果您从感恩的心态开始一天，就会意识到可以以非常幸福的心情度过整个一天。不仅如此，我建议你也制作晚上的感恩清单，在一天结束时，回顾当天发生的愉快事情，列出您感激的5件事情。这些事情可以是任何小事，比如平安回家、工作准时结束、与朋友愉快交谈、午餐美味可口、与伴侣共进晚餐等等。回顾一天中的幸福时刻，并将其记录下来，能让你以最佳的心情结束一天。以下是第2种培养感恩之心的最佳方法：在日记中写下积极的话语。同时，将积极的话语记录在日记中也非常关键。书写文字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行为。此外，在遭遇逆境或挫折时，精神上受到伤害时，培养感恩之心可能会变得困难。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打开写满积极话语的日记，翻阅这本日记可以让您知道应该感到感激的事情，并恢复冷静的心态。例如，请尝试在日记中写下以下类似的积极话语：我感谢我的生活，我对生命感到高兴，我感激健康，我感谢今天陪伴我的人们，我感激今天能够顺利度过。事先记录这样的积极话语在日记中。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培养感恩之心的第3种最佳方法：对自己怀有善意。怀有善意对于过上幸福的生活至关重要，但遗憾的是，轻视这一点的人实在太多了。特别是在日本，很多人都很谦逊，经常说自己不行、自己很差等等。但我想告诉那些人，尤其需要对自己怀有善意。对自己怀有善意不仅可以改善心情，还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困难，
应对逆境，追求幸福，并培养感恩之心。请大家善待自己一点，你很努力。我们要意识到，不要用贬低自己的话语，比如自己还差得远，或者自己一点也不行等等。要经常给自己正面的肯定和温暖的话语。当你感觉要贬低自己时，要始终用积极的话语来取代。比如，请用以下这些积极的话语来给自己鼓励：我始终充满善意和爱心。我对自己和他人都怀有关爱和同情之心。我充满自信和力量。我总是感到幸福。积极的生活，我的生活非常顺利。请用这些积极的话语来滋养自己，善待自己一点。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4种培养感恩之心的最佳方法：设立10分钟的感恩时间。作者建议我们每天2次设立10分钟的休息时间，设定闹钟，专注于表达感恩之情。在这10分钟里，想象并感恩那些值得感激的事物和人，比如同事送我美味的咖啡，上司对我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朋友送来鼓励的信息，成功完成工作安全回家等等。任何事情都可以。设定10分钟的时间来回想日常所受到的恩惠，你会立即感受到心情的平静和内心的安宁。特别是在情绪波动或心境低落时，设定一个10分钟的感恩时刻非常有益。这样，当闹钟响起时，你的内心应该已经恢复平和。接下来，我们将介绍第5种培养感恩之心的最佳方法：回忆幸福时刻。每个人都有让自己感到幸福和快乐的美好回忆。回想那些时刻会让你感到幸福和满足。每天至少回想一下自己经历过的幸福时刻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大家都曾经历过什么让自己感到幸福的时刻呢？比如和家人一起去海边玩的时候，与爱人第一次接吻的时刻，工作中得到认可的时候，与朋友一起去毕业旅行的时候等等。你的过去有很多幸福时刻等待被回忆。定期回想这些幸福时刻会增添生活的乐趣，并让你意识到生活中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情。不断记录并经常回想这些幸福时刻吧。接下来您觉得如何对待这5种感谢心灵培养方法？刚开始要求立即表达感恩，可能对之前没有感恩习惯的人来说有些困难。因此，我希望大家能够按照这些练习来培养感恩的心态。除了这些练习之外，也要学会感谢日常生活中发现的小幸福和小善意，这同样非常重要。每天下车时，对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伴侣说一句感谢的话语，比如说感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下车时对司机说谢谢，对经常为你做饭的父母说一句真心的谢谢。从感恩的角度审视自己的日常生活，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值得感谢的事情。只要不忘记对这些事物心怀感激，你的每一天都将发生巨大改变，幸福感也会显著提升。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